范闲半倚在垫着羊毛毯的密室墙壁上，用强悍的心神控制着自己的呼吸。他的本能让他此刻的呼吸有些急促大声，但是此刻夜深人静，自己又是身在重围之中，不得不小心。他身上已经被包扎完好，极名贵有效的伤药，魂不要钱似的用着，而身旁的地面上放着许多用来补充精神的食物清水。密室虽小，那里准备的事物却是极为完备。骨裂了的胸骨又开始隐隐作痛，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想到了皇帝陛下那沛然墨玉的拳头，又想起了那记枪声，由先前皇宫前的慌乱到后来朝廷极为严密有效的搜捕，他确认了皇帝老子并没有在枪下死亡。这个事实并没有让他感到太过失望，只是开始计算今后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当那天外一击的闷响在皇城上击出第一个深洞时，范闲就已经醒了过来。他的眼睛微眯，看着皇宫东边的方向，是城上城下逾万人中第一个反应过来并且清楚地判断出开枪者方位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他对那个声音最熟悉，对那个箱子最了解。3年前武竹书离开京都，去遥远的冰雪神庙里搜寻自己到底是谁的终极答案。从那日起，箱子便离开了范闲的身边。范闲一直以为是武竹书把箱子带走了，所以他没有丝毫遗憾，因为他知道武竹书将要面临的敌人是比皇帝陛下更加深不可测、冷漠无情的至高存在。没有想到箱子原来还在京都，只不过不在自己的身边而已。就如同皇帝陛下昏死过去前确认的那样，范闲也知道今天动用箱子的一定不是武竹书。如果武竹书真的回来了，不论他会不会用箱子，但他一定会将那逾万名庆国精锐都看成是稻草人，依然是那样冷漠的握着手里的铁签，直接杀入皇宫。开枪之人究竟是谁呢？范闲猜了很久，可依然没有想到。就算想到了几个人，可是他却不敢相信。他只能肯定这个开枪的人一定与自己有极亲密的关系，不然武竹书不敢将自己的性命交付在对方的手上。这自天外击来的重狙并不在范闲的计划中，他原定计划的出口其实依然在皇宫里，只是没有想到北齐东夷都来了人，让最后那丝利用陛下心意的缺口都合拢了起来。更为可怖的是，他没有想到自己领悟不久十分强悍的指尖剑气，最后竟被陛下一指便破了，而自己的经脉尽乱，形同废人，根本无法去接近那个出口。不过这样也好，至少红烛不用冒这个天大的风险。范闲一行人从皇宫前广场趁乱杀出来时，依然遇到了极大的阻碍。虽然有那柄能够施加神罚的天外一击刺客存在，虽然三皇子站到了皇宫城头，试图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替范闲谋求一条活路，然而皇帝陛下旨意早下，那些逾万名军士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异国刺客就此逃脱呢？具体逃出来的过程，范闲并不知道，因为他再一次陷入了昏迷。当他醒过来时，这一行人已经变成了被追杀的兔子。本都是一些强悍的当世强者，然而伤的伤，亡的亡，只剩下了5个人。在京都亡命狂奔，怎么看都没有逃出去的可能。范闲知道其实的自己是拖累，所以他异常冷漠而强悍地离开了，与海棠等人约好了老地方相见。一名剑炉弟子付出了生命代价，将他送到了这间府邸的周边，然后范闲趁乱溜了进来，终于觅到了一丝可以休息的机会。4名剑炉9品弟子在剑雨中倒下了一个，在事后的逃亡中为了范闲的生存又死了2个，尤其是最后一个剑斩10余名南庆高手，最后仍然死于弩箭之下的7师兄，就是死在范闲转过巷角的一瞬间，范闲能够看到他的眼睛。思及那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光芒，范闲的心中便是无比沉重。他知道自己的债比过去更多了，如果自己这次能够活下去，自己也不可能隐藏，自己必然要做很多事情来还债。范闲一面沉思，一面调息，密室里一片死寂，一片黑暗。他如今真气尽散，目力也不及平日，
摸索着去拿身边的清水，然而当手指刚刚触及水壶的时候，便僵住了。他抬起头来，静静地看着黑暗的密室墙壁，似乎感觉到就在这堵墙外，有一双眼睛也在这样安静地看着自己。被保养极好的机书上面涂了许多滑油，当密室的门被打开的时候，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就像是无声的哑剧一般。淡淡的光线从密室外透了进来，照亮了内里面色惨白、双眸却一片平静的范闲。范闲静静地看着室外，微暗的灯光让密室外的那个熟悉身影显得一片黑暗。范闲看着严冰云微笑说道：我以为如果你发现了，应该是拿锤子打破。站在假山的后方，静静看着密室内的范闲，严冰云的心头百感杂陈，只需要一眼，他就知道此时的范闲已经没有了任何反抗的能力。他沉默片刻以后说道：不要忘记，我毕竟是在这个园子里长大的。虽然自幼时起，父亲便严禁我攀爬这座假山，但你也知道，小孩子总是好奇的，怎么可能不爬？这座假山太大，我当年第一次进你家的时候便觉得有些怪异，和你父亲说过几次，他总不信我的。范闲咳了几声，轻声笑着说道：果不其然，我都能发现这里的问题，你当然也能发现。范闲就是躲在一等澄海子爵府的假山里，京都里再如何疾风暴雨，可是他就躲在严冰云的家中，谁能想到这一点？如果严冰云不是心血来潮，试着打开了自己童年时躲猫猫的房间，想必范闲一定能在严若海的帮助下安稳地度过这一段最紧张的时刻。父亲并不知道我知道这座假山的秘密，不然他一定会选择一个更妥当的地方给你藏。好了。范闲无比疲惫地叹息了一声，说道：我就说我这辈子运气好到不像是个人，总该有次运气不好的时候，原来却是映在了这座假山里。严冰云沉默了许久以后说道：先前和父亲说过，这是怨物，不能徇私情，尤其是大人您。为了我大庆朝，我不能让你去北齐。我不去北齐，我只是去神庙旅游，能不能打个商量？范闲露齿一笑，轻声问道。严冰云隔着假山，看着青苔残雪门后的范闲，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心里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沉默片刻以后，他冷漠开口说道：你知道太多事情，不要忘记，我在大人您的身边这么多年了，关于内库的事情我总能了解一些。而且这些年来，你一直把自己的重心往北齐转移。范思哲如今还在上京城里，如果说你以往没有做出背叛朝廷、迁居北齐的打算，怎么能让我相信呢？